你做梦不做东西？你为什么不做？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对我代志不行，做一点东西。我可以讲阿成的脑其实很适合去打坐嘛，他本来就是很zen。他其实已经算是我已经在打坐了。对，他就是其实有比较，其实这样子是不好的吧？我们都会说所谓的 flexibility，你要可以做工，同时你也要可以放松。如果是透过这3个状态来看，我现在的状态是人间不清醒。陈慧甜妈，欢迎收听陈慧甜妈。怎么样？过了2个礼拜，大家好吗？如果有听上一集的陈慧甜妈都知道哦，就是我跟妹子就进行了一场深度的对话。虽然是说对话，其实我是聆听比较多。像我刚才讲的，我私底下讲的，应该是我有史以来 podcast 讲最少话的一集，上一集。但是我真的是很建议大家可以一直不断的听 OK。 好，这一集呢非常的不一样。我们除了有妹子来到我们现场，还有另外一位专家很厉害，因为呢他就是要让大家了解脑电波。我们欢迎晴晴啊，妹子。嘿嘿嘿嘿嘿嘿。晴晴要不要来介绍一下，其实你的呆的是什么？大家好，我是晴晴。那我本身是一位clinical neurofeedback practitioner， 就是脑电波反馈疗法治疗师。同时呢，就是硕士的话就是专注在小孩子心理成长的。对 ，OK，所以真的就是很努力读书读出来了。就我永远一辈子没有办法达到那个 level， 我觉得自己很 side track。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才让我们更好奇，究竟专业的这个脑电波反馈师这个行业是做些什么的嘞？基本上就是会通过脑电波来让我们去了解我们大脑的一个状态。这样大脑的功能呢，当然就包括比方说我们的执行的大脑，或者我们情绪的大脑。比方说当下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那脑电波一定就会有一个特定的一个 default 的 pattern 这样子。可是是不是一定要在我紧张了，我赶快粘上了那个脑电波的那个仪器，我才可以测到我是怎样一个状态嘞？这样子就不是，就所谓的 default 的 pattern 就是会有这个好像所谓的功能这样子。对 pattern 来去了解一个人的大脑的一个状态。可是很好奇啊，脑电波的感觉是我们用理性去理出一个东西嘛？你怎样跟一个很感性的妹子认识到的呢？你们是怎么样 click 到的请问晴晴和妹子OK， 晴晴是我们其中一场亚苏米睡着鸟 sound bath 的客人对，你要介绍一下亚苏米睡着鸟是什么来的？做颂钵音疗，然后做 sound therapy 的地方。所以是很注重说，放松这些城市人，让他们能够 distress，能够 wind down， 就是不要这样紧张。有一些睡不着的人啊，或者是情绪不好等等的朋友，会来寻求一些放松的一些方法。他们就会来，平时不敢哭也会去哭一下，真的。他看我们的 reel 也会想要哭的。真的。然后就这样遇到晴晴，我觉得因为我们的颂钵常会讲说，这个颂钵呢可以让你的放松脑波提升。这个只是讲，我自己其实是偏理性的。我被他问过一个问题，我测到我自己其实是左脑人。对，你竟然我需要证明，我需要，因为我讲真，我现在在这个 field 遇到很多很右脑的人，很感性，很多直觉的，很多什么讯息的那种人所以我会因为这个环境会让我偏向说，我能不能理性一点的去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理解不到，用你的角度理解不到，所以我就觉得，脑波反馈师，我很想知道，所谓的颂钵能够让我们的休息脑波，什么阿尔法波提升是什么？我要看到，所以我就邀请了晴晴来我们的馆做了一些测试，都让我真的是很惊讶。然后我会发现说，原来我的 default 是这样子。然后晴晴会讲，其实你们这个行业里面人可以看到一个 pattern， 你们真的是挺放松和 calm 的。真的，脑电波就是会比较容易放松的。就是颂钵就是很 zen， 你可以讲很 zen 很佛系，但是同时也看到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我也知道我的本身的状态就是我做东西的时候很难专注的完全的做完。我也知道为什么了，原来我的 default pattern 是原来我是这样的，我不可以逼自己用那个方法。
OK， 是不是越听越觉得很神奇了嘞？竟然可以让我们自己察觉自己办事的效率，还有就是这个情绪的上面的那个方向是怎样的。其实刚才呢，就是在我们录这一集的 Podcast 之前呢，我已经进行了一场测试。我们先来讲一下那个测试要该做些什么。OK， 首先就是它会有一个仪器，对，然后就会粘在我的头脑啊、耳朵。很简单的，不用那种什么传进去脑里面，不用，然后就粘的啦。对，它是安全、无痛，还有是没有侵入性的，就是一个所谓的探测器，来去了解你大脑当下的一个状态。然后它就是会通过那个电脑，他们就是有一个 system，就会去分析你的那个脑电波，左脑右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其实不只是这样，你有3个测试嘛，对不对？第一个就是有一个闭上眼睛的，对。它闭上眼睛其实就是模拟大脑在一个休息的状态的时候。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开着眼睛，这个就是平时比较放松，没有什么资料进大脑的时候。而第3个呢，我们就称为是 on task 咯，当有一些资料啊、一些讯息进入大脑的时候，大脑做工的一个状态。OK，所以就通过这几个测试就可以看得出我的脑袋在做什么啦。哇，很神奇，因为我还没有听报告的。所以我们现在先了解一下，因为我看他写了很多字啊，我们的这前面有一架电脑嘛，然后我有看到什么有 Delta 啦，有 Alpha 啦，你讲嘛，你讲比较专业啦。好，这样大概和大家说一下，我们其实会通过所谓不同速度去了解一个人大脑的一个状态。不同的速度就好比说是0号风扇、1号风扇到可能4号的风扇。那0号的风扇呢，就是这个Delta脑电波咯。Delta 就是睡觉的，当我们睡着的时候呢，这个 Delta 就应该变成多的那一个。然后Theta呢，就是比方说1号风扇，我们休息的一个大脑。然后 Alpha 呢，就是开始做一点点功了，可是也是属于比较放松的。就很多人会去，比方说打坐冥想啊，去一些身心灵的一些放松的课程，其实就是为了去增加所谓的 Alpha 和Theta的脑电波。所以我们大脑就是好像处在一个很放松，然后可以休息的一个状态这样子。然后大 Beta 的话呢，其实就是已经开始做工了。我们可能已经开始开3号风扇了。我们头脑可以专注，可以处理资料。而 High Beta 呢，就是这个机器可以检测到最快的脑电波，我们也称之为紧张或者遇到危险的一个脑电波。就比方说，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呢，这个 High Beta 它就会相较来说变得比较高，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开始，比方说心跳加速啊，然后身体有很多力啊，去逃跑，危机意识。对，所以也可以说是一个保护的机制这样子。所以就没有一个所谓好的脑电波，可是不同的脑电波有着不同的功能，它也要出现在对的时候。对，所以我们就要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脑电波，我的啦，到底有出现在对的时候吗？OK， 来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到有3个嘛，这个是我们第一个。Eyes closed 的时候，这个是 eyes open， 这个是 on task 有资料进大脑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关眼睛的时候呢，这的关眼睛就是要模拟我睡觉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对， okay， 休息的时候，好像有些人他们休息的时候大脑还在做工的。可是 for 你的话呢，还好的是这个Delta至少是在上面的。可是呢，其他的这些脑电波，比方说这一个休息的脑电波和这个放松的脑电波，相较来说会比较低一点点。就是大脑没有进入到一个很理想的一个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可是你说有做很多功吗？其实也还好可是就是至少这一个Delta是有在上面，大脑相较来说有在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该放松的时候我还是有在放松的。对，好，那 OK 是不是？这个还可以接受。水准。对然后我们再来看第2个，就是当你开眼睛比较放松的时候，我们 compare 一下关起眼睛的时候，开眼睛的时候呢，反而这个睡觉的脑电波是相对来说比较高一点的。干嘛我开着眼睛放空啊？就是相较来说呢，大脑在开眼睛的时候呢，就是头脑比较累、比较慢的一个状况。可是可以发现到一个趋势，就是你的这个 High Beta 的脑电波它是有一点向上的，就是你自己也会感觉得到，有点做不定，就是叫你不要做东西，有点不能因为头脑开始有你要做东西了的一个
个状况，这样他子。发呆的时候，开着眼睛要放松的时候，反而是会有 high beta 的提升。对就是那个危机状态要来了，他要告诉你说，哎，你做梦不做东西？你为什么不做？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对我代机不行，做一点东西。对，我相信很多人是这样子嘞，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你叫家里的长辈休息，你现在休息啦，我帮你还不能的，对他们不能放松下来，所以他们的状态跟我的可能有一样，有可能就是你的大脑一个 pattern， 就是我要休息的时候不能头脑一直要我去做东西的一个状况。这个可以讲是我们的不安全感带来的嘛？就是对于放松休息会觉得很不安全，这样子的话有愧疚感啦，没有效率啦，有一堆东西等你为什么拖延啦？就是这种种种的东西会让我们的 high beta 在放松的时候走出来。喂，你怎么不放松？就好像比方说，如果你是习惯了每一天都做工的，要你突然间放松，你是不可以的。你要拉一点东西出来做，其实这样子是不好的吧？我们都会说所谓的 flexibility，你要可以做工，同时你也要可以放松。就如果你说一个人完全不做工嘛，其实也没有很好，可是一直做工嘛，其实也没有很好。可是如果你自己可以去调节这个所谓的踩油跟打 break 的 system， 其实就已经很好了。所以我这样子看起来是有一点要踩一点点油，踩一点点油，就那种会让人家吐的那种状态啦。要你做一点点工，做一点点工的一个状态。OK。对。可是我们再看第三个 on task 的时候，哇，这个好像浮动很大这样。对，这个的话就比较明显，就是你的这个睡觉的脑电波，甚至这个滴答这个休息的脑电波，它是比起之前都来的比较高的。OK， 这个状态就是刚才我模拟我必须要在办事的状态，对，有资料进大脑的时候，所以这样子的状态的话呢，其实比较直接的是会影响到你的一些所谓的执行能力，比方说你的专注力或者可能你在处理资料方面，你可能会头脑会需要用比较多的力，或者比较就是去处理一些比较需要 cognitive function 的一些东西。会不会其实它反映了我很想要逃避某一些工作的状态？也是，或者它就是你的一个模式。为什么你该做事的时候，反而你会大脑有一种概念，就是说你睡觉就睡觉，多想逃避，多难专注。可能每当你要做东西的时候，大脑它没有一个可能很 ready 的一个状态方身对来给你做这样子。可是其实你会发现到你是知道你自己还是要做的，but 可能对于一些比较需要用脑力的工作，或者你的专注的时长会受到影响，就是因为头脑在你做东西的时候，相较来说处在一个比较累的一个状况，这样子。所以如果是透过这三个状态来看，我现在的状态是人间不清醒。你敢讲我 OK 的，就处在一个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是放松啊，可是为什么我感觉不到的？原来有时候是这样，我们自己的感觉和脑在它的是不一样状态的，是吗？我脑运作和我自己的感受，是可以完全是两个方向的。你可以说就是，其实你知道你自己要做，你懂，我现在是要做工的。可是当你要做工的时候呢，我其实很想放松又或者说头脑没有很好的一个 support， 对 ready 好让你去 perform。其实如果蓝色线降下来的话呢，你会发现到自己的那一个，比方说专注力或者当你要处理资料的那一个功能，相较来说是会提高的。OK， 我们现在已经是了解了。OK，我现在就是这样的状态。但像你刚才讲的，如果能够调整的话，我就应该我办事能力就可以相对的变好。当然，它是会要看所谓大脑的区域。比方说，如果是情绪大脑的话，这样我们其实是不建议让黄色，所谓这个焦虑脑电波提高的，这样它就会很直接的影响到你的情绪。可是因为这个的话是所谓的左脑，所以左脑如果相较来说黄色线比较高的话呢，它就会帮助到我们的一些 expression 我们的表达能力这一些可是它一定会要是在一个所谓我们可以 take it 的一个 range， 所谓的 flexibility你的黄色线在你做工的时候可以变高，可是当你要休息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也是可以休息的。这问题来了，那我要问但是会不会因为他的开眼睛呢，就是资料输入和工作 on task 的时候，他的那两个休息脑波那么高，他喝咖啡会好一点？
对。难怪我这么喜欢喝咖啡。很多人他们就是头脑所谓的大脑的状态比较累的时候，他们都通过一些咖啡因啊或者茶来让自己提升，因为它是可以让黄色线变高的。所以我是适合喝咖啡的体质。对，可是有一群人呢，他们其实是黄色线特别高的，像他们喝了咖啡过后呢，他们其实会有心悸啊，甚至可能肠胃不舒服的一些状况，因为这个咖啡因其实让他们这个所谓焦虑的脑电波提高了，他们会觉得开始遇到危险了，头脑就他们遇到危险，所以他们就觉得很不舒服。对，就好像随时随地要逃跑，但其实没有。对，所以就是喝咖啡，如果真的有觉得不舒服的话呢，是真的尽量要少喝，因为就代表你的脑电波或者你大脑的状态其实并没有很适合再去摄取更多的咖啡因这样子。我也有问题啊，像陈的这种体质会不会是不适合吃太多饭？等一下，突然很突然你这个问题。饭后攻心啊，饭后攻心很容易想要睡觉。其实以所谓的我们会有一些食物，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脑电波的。对，就好像咖啡因其实会让我们大脑很清醒，或者可能太过清醒。可是如果是说比较容易累的这样子，如果你再去吃一些淀粉质的食物的话呢，其实这条睡觉脑电波会变得更高的。对，会是这样子。你们还可以跟那个营养师合作其实有的。真的对，哇，很神奇耶！你看，你现在听了，是不是觉得你平时了解了自己，其实你不够了解自己？是，好像我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我们脑电波是这样子，我们知道问题所在，但我们要怎么样去解决？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很难专注啦，我专注需要特别用力啦，去逼使我的脑袋去专注之类的，或者是要提高我的办事效率。我要怎么样调整？心理学都会有一个前提的，这个前提就是你的所有这些症状呢，一定会要是影响到你的生活，或者开始让你觉得不舒服，它才会是一个所谓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可是如果对于你来说的话，其实我不够专注啊，或者我可能头脑比较累的一个状况，是没有影响到你日常生活的，这样其实就好像这群人他们就不会来找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最基础的一个条件来的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其实黄色线是比较高的，可是这群人他们把一些紧张变成动力那他们其实是很好的，他们可以 perform 到很好，这样他们一定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现象或者一群人他们是比好像这样子的脑电波，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其实可以调节到很好的，因为它黄色线不会太高嘛。这样子，如果你觉得不是一个问题，那其实这个就是适合你的脑电波。我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来了，虽然看起来我感觉上一直在放空，但是其实我在生活状态中我是蛮tense 的嘞，怎么办？我有点很矛盾啊，我冲突了嘞。为什么？它其实这个是你在做东西的时候，你的那一个所谓的 output， 你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今天检测的只是2个地方，整个头脑其实是有20多个地方，所以这个看到的话呢，是你表达出来的那一边。比方说，你可能会有其他的一些紧张 tense up 的感觉，它可能源自于别的一些地方比方说你的生存大脑或者你的情绪大脑，我们叫做 temporal lobe 这些东西，全部这些呢都有可能是导致到你可能所谓 tense up 的一个原因可是这个前脑呢是看到你紧张的时候你当下做出的一些 reaction 的那个状态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你的这个的话呢，它影响到更多就是比方说你的执行能力，所以你可能你的专注力这一方面的东西，它并不代表你的里面的一些大脑的部分是放松的。可是如果要做那个的话呢，是要做一个所谓的全脑检测，那个的话是要戴整个帽子的就真的更像那个科技游泳帽这样子的。对，那个就是你整个头脑的那个颜色的片布图都会出来。这样谁会来做这个检测嘞？就是只有感觉上心里觉得焦虑还是不舒服的人吗？其实都会有。如果是小孩子的话呢，比方说想要去增强一些课业上的东西啊，比方说专注力啊、执行能力啊。如果是说大人的话呢，可能失眠的一些状态，或者可能情绪方面又或者真的是有一群人他们是想要头脑可以
更好的 performance， 我们叫做 peak performance 啦，让你的执行能力变得更好啊，或者头脑可以更加 flexible， 其实全部都是可以做 training 的。哇，原来是这样，可以做 training 的。对，那个 training 就是像刚才讲的，我们要调节，就是把那个对的那个 wave 调到对的状态的时候，就是可以做那个 training。对，那个 training 是怎么样一个进行法嘞？就是除了这个 training 的话呢，我们其实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法，比方说颂钵啊、音疗啊，甚至 meditation 这一些，其实一些我们所谓有效的一些干预啦，都是可以让我们的脑电波很好的做出调整，就恢复到它应该所在的地方。flexibility 就是我要踩油的时候我可以踩油，我要打 break 的时候我可以打 break 来放松。我可以讲吗？这个脑波我们就是因为被影响，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这样的 default 状态，它是被影响和塑造出来的。现在我们需要刻意练习去把它调整回来，让我们开眼睛做事情的时候专注力提高。盖眼睛的时候可以休息。我可以讲阿成的脑其实很适合去打坐嘛，他本来就是很 zen。真的吗？他其实如果你是讲他前脑的话他其实已经算是。我已经在打坐了，对，他就是其实有比较放松的一个状态对，纠结在于你适合打坐，但是你又很紧张。对，我最麻烦的就是这种。可是我会觉得是说你的一些紧张的感觉，它可能是在大脑别的一个地方它的所谓的那一种紧张的模式其实会不一样。好像有一些人他们会是所谓的image based 的一些 fear， 他们有些人是觉得不安的，可是有一些人呢，他们是会有一些重复性的想法，导致到他们不安，所以每一个人所谓紧张跟焦虑方法都会不一样。我们也可以从不同大脑的部分来去更好的了解。可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做那个全脑的测试嘛，对。但是只要做一些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是什么冥想啊，一些 training 就可以稍微的把那个状态调好。对，这样你们是不是有一种 system 是可以做的我们其实叫做 clinical neurofeedback， 就是脑电波反馈治疗。它其实这个呢，就是好像 personal trainer 这样子 for 你的大脑做 gym， 给大脑做 gym 这样子。对，好像我们拿你的脑电波打一个比方啦，就是我们发现到在做东西的时候，有很多这个比较累的脑电波。对，我就是一直想睡觉。对，高很高。对，达到比较高。这样子呢，我们就会去找出一个我们需要 train 的地方，比方说你想要去 improve 你的专注力，那我们就会去 train 专注力大脑的地方，比方说中间的这一个 middle stripe 这一边，我们就把 electrode 粘下去，它会 connect to 我们的 system 跟一个 feedback 一个电视。OK， 那如果是说想要做 activation 让大脑清醒的话呢，我们是会通过比方说看戏和玩游戏的。可是这个游戏呢，其实是你的大脑在控制的。当下你的蓝色线，你的睡觉脑电波变低了，头脑开始专注了，你的游戏就可以玩到。如果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专注，我的游戏就没有办法开始。对对，这样讲就会是这样。其实对，就头脑是很 smart 的，都是你的头脑自己在做调整。所以我们头脑是很聪明，他会知道说怎样调整来让那个鱼去射泡泡。我们的游戏是一个鱼，我们拿一个 joystick， 然后这个鱼是会射泡泡的，可是这个泡泡呢是你的头脑它在控制的对，我就是为了要让这个鱼射泡泡，所以我的大脑自己会调节。你的蓝色线会自己去调整，来让这个鱼可以去射出泡泡。你看，其实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嘛。对，我们大脑是可以往我们想要去的。比如说，我要专注，我还是专注得到，只是我们可能没有训练。我们这个所谓的训练，就是可以让你的大脑它知道怎么样去到好的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所谓有效的一个干预，来让他知道怎么样做出一个好的一个调整。这样要做多久才会有看到效果嘞？这个的话呢，就好像我们做 gym 一样咯，它就不是说可能1次2次头脑就可以完全学会。所以 for 这个的话呢，我们是 propose 至少10次的一个训练，就好像我们去做 gym 这样子，你练你的那一个胸肌也好，你需要时间。所以 for 这个的话呢，我们每10次呢就会有做一个 review，来看一下大脑是不是去到一个理想的一个状态了。Practice makes perfect， 就是讲你要多点训练，对，它会造成一种习惯。我又有问题了，脑波反馈师，如果发梦很多，也就是说
阿法波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一直在上面，因为它一直有画面的意思吗？你是还没有睡着吗？还是就是睡还没有睡着就发梦，白日梦了。其实有很多人在关眼睛的时候，就是在第一个的时候，他们的这个阿尔法灰色线是很高的。这种人的话，就是他们可能在睡觉前，他们其实都是会有比较多画面他们会想东西，比较多的画面。对，然后当然他们也会比较敏感的，比方说对声音啊、对灯光是特别敏感的，所以相较来说，他们可能比较难入睡。对，我是这样，对灯光很敏感，对声音很敏感。对，因为这个就是阿尔法脑波的一个功能，它让你可以感觉到很多你自己的一些 sensation 啊 awareness。我好像没有这个问题哦，你没有，我跟你不同是在于我的阿尔法波是最高的，对，它就是我半梦半醒，人间半梦半醒状态，不清醒，半梦半醒可是有没有说，其实哪一个脑波它比较活跃的话，其实有没有代表说这个人比较容易快乐，或者是比较容易焦虑或悲伤的？其实如果你是说要以脑电波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开心和焦虑的脑电波都是同一条，其实是黄色这一条。可是其实我们会发现那个症状就是，如果一个人相较来说是比较peace 的，就是可能在日常生活中是所谓的过得比较无所谓的，他们相较来说情绪变化其实也不会这么大可是比较容易有情绪上来的人呢，他们相较来说一定会更加容易去感觉到不开心焦虑的那一种所以就是，可是其实并没有说好或不好，要看这个脑电波到底适不适合你。这样子，然后一定要有那个 flexibility 在那一边如果你是说我一直都不能做工，在我要做工时我也不能做工，这样当然不好。又或者当我不需要焦虑的时候，可是我头脑又很焦虑，我一开眼睛我头脑就开4号风扇，那长期来说一直开4号风扇，身体太消耗，对，就说那个风扇自己会坏掉这样子所以我们都会说，并没有一个最好的一个脑电波的状况。那我有一个问题了，因为你也是有念心理学嘛，我很好奇啦，其实我也不是一直想要放空的人呐，可是它是什么情况会导致我的那个感觉是很想要睡觉的那个脑电波？我这样子讲大家可能比较明白，很想睡觉的那脑电波，它会这么高？它会不会有一个原因？它其实没有一个特别的一些原因，可是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是 genetic， 又或者就是小孩子的脑电波可能都会跟父母是很像的又或者一些外在的一些因素，比方说你的工作环境又或者在成长的过程中是发生过一些事情，其实我们头脑都会做出调整的，来去迎合你现在需要的一个脑电波的一个状况可是你说有没有一个很确定很 direct 的原因嘛？其实是没有的就它都会有不同的因素造就到你有这个果这样子。了解，对，会不会有一个可能呢？就是我自己平时我是很容易被 trigger 到的，就可能焦虑或者是紧张、害怕的，会不会他脑袋也会呈现一个保护模式？会，就是这个是会的。因为你太容易情绪起伏了，我就要让你沉睡，有保护你，对，我就要让你安静，让你放空，对，也是会有可能的。对，就是很多人都会说，比方说一个人他经历了一个人生很大的一个打击，就统称所谓的创伤啦。他发生了一件让他不能接受的事情过后，他会变另外一个人的。这就是因为当你的身体可能已经不能再去承受某些情绪的时候，你的头脑是会帮你 shut down 的，帮你就是盖着你那个痛的感觉，因为你头脑知道，如果我把这个雾拨开的话你会很辛苦。所以为什么当一个人发生了一些事情过后，如果真的是身体不能承受的话，接下来的好一段时间，其实你是会麻木掉，你是会numb掉的。numb掉，这个其实是身体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制。可是刚才你有提到说，其实自己会比较容易 tense up 的，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可能说这一个容易紧张，它可能是源自于别的一个大脑的部分，可是你的前脑呢，它就是可以让你更好的去 regulate 到这种情绪因为如果不然的话呢，你可能会到一个点，
你不能再去承受这一些可能不好的一些情绪跑出来。所以我还算是可以自己去调节的。对，哇，幸好，哇，很有趣哎。这样子很想问一下，因为你之前是念这个心理学嘛。你是在怎么样的一个机缘下会接触到这个脑电波呢？当下其实就是去所谓的 internship 咯，就是去一间诊所那一边，然后实习就接触到这个脑电波，然后当然就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就是可以通过脑电波来真正的去看到一个人里面的一些事情。就很多人都会讲我就做问卷我看一下我自己的那一个，比方说焦虑指数到哪里这样子，可是可以直接看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我自己的话也比较能说服我自己，这个 client 我可以看到脑电波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会有这样子的行为跟这样子的情绪，至少我可以有一个解释去给他知道。然后当然我们看到的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做出调整的，这个才是对我来讲是最重要的这样子。那你有没有从你这个事业帮到你自己本身呢？其实有。其实我们一家人的话，你是我和我的妈妈，我们脑电波都是跑比较快的，就是我黄色线其实是偏高的一个状况，所以就比方说我不能喝太多的咖啡，因为喝了过后我很快就会有一些心悸的反应出来，所以自己的话呢也是通过脑电波的方式来让我自己可以处在一个比较 balance 的一个状况。我要做工我可以做工，可是我也要我自己可以休息，因为到一个点其实你自己也会知道，我好像有一点不能了，身体开始给 signal 我了，所以通过脑电波可以看到，也帮助我自己去做出一个调节这样子而且刚刚我们私底下其实在聊天的时候呢，就是晴晴最近也是经历了一些伤痛，对，就有亲人突然离世这样子，所以我其实自己也经历过那一段时间，就是所谓的发生了那件事情过后呢，可能接下来的1个月里面，你是所谓的脑雾，你是知道自己是放空的一个状况，你要做工也不能，然后情绪也就是反反复复这样子。可是到有一天呢，就真的是情绪很崩溃的一天，所以那一天的话就自己回到去诊所，就自己去通过脑电波去看一下自己的状况，然后也知道说一定要帮助一下自己，因为不然的话接下来你怎么样很好的去调整自己，还有就是可能帮助家人这一方面，就是通过这个脑电波也可以看到我自己的一个状况，然后自己做比较好的一个调整这样子。虽然说其实没有人想要经历任何那种伤痛悲伤的，这是大家都不想经历的，但是经历了这些之后，有没有让你在面对你自己的 client 的时候，更能够去体会，或者是更能够有不一样的见解，就是对于他们的治疗上面？就其实可能以前的我的话会就跟妹子一样，就我很害怕去所谓的生离死别，对我来说是完全不能碰到的一个点来的，更何况是真的是最爱最爱的亲人。可是就经历过这件事情过后，才知道是一定会要经历的，就甚至我发生了这件事，因为我是第一次经历这么痛嘛。可是其实我身边的朋友，又或者好像妹子那时候我们一开始聊到的时候，因为我才发现到原来其实大家都经历过，然后当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不同哀伤的一个方式。可是for我自己的话呢，经历过这件事情过后，就我自己的痛我感觉到了过后，很想要是不是我也可以用我的专业的知识，或者我自己真的是我可以用一个更好的方式去度过哀伤的这个过程过后呢，我是不是可以也帮助有同样经历的人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们不是对方的话啦，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觉得，哎呀，他是不是自怨自艾或者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我们也常常会很容易出口说什么，你不要想这样多，你放松一点，就讲这些话真的是很容易的。当然我们可能也没有其他的帮对方的方法，但是你就知道其实对方也不是自己在那边
只是怨罢了。所以就会更加可以理解到对方的苦处，然后就有一种像大家互相拥抱的感觉。对，就我时常都会说，脑电波嘛，它其实真的很美，因为它真的可以让我去看到那个人的一个状态。可是如果当我发现到就是有一些可能比较不对的一些脑电波，又或者他们 reflect 给我知道的时候，他们其实真的是不能放松下来，无论我们怎样叫他放松都好，他其实也知道他是要放松的，可是大脑的状态就是一直在开4号风扇啊。我其实我怎么能放松呢？这样子。可是如果是说真的，下次有遇到这样子的话，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去和他说，诶，你要放松，或者你不需要去告诉他你怎么做，你只是需要听和所谓的去重复他的一些话就好了。我知道其实你现在很伤心，我会陪着你，这样子就好了。就是最近也一直在看冯以亮的书，他用的方法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就真的陪伴跟聆听，跟让他知道他的情绪就已经很好了，不需要去告诉他，诶，你应该这样做，你应该这样做，真的就不需要。是，当然就是如果你身边有很好的亲朋好友可以聆听你或陪伴你，那是最好的。但如果真的没有的话，你也不要担心，因为其实我们这个世界很大，能够帮助你的方法其实也很多。像我们刚才讲的，我们现在最能够接触的，就比如说可能就是你可能静坐啦，或者是颂钵啦，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让你好起来，所以不要轻易放弃。好吗？好，那我们现在又要做一个总结了。因为妹子之前就上个礼拜做过了，对。今天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请情，如果就是在你的人生当中，还有就是你在接触这个脑电波，或者是你经历了这么多，你看到了你的这个客户，他们也是经历过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焦虑啊等等的状态。总结到你自己的人生当中，它变成一颗橙的时候，你觉得它是怎样的一个状态？甜酸苦辣，或者是形象化的？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软，可是很甜的一个橙。很软是因为好像之前的我可能就是比较冲的，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什么都要做到很好。可是当已经经历就是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过后呢，就觉得好像真的做自己想要做的就好，想要做一个不用硬硬的，就软一点的。可是这个软呢，也不代表去迎合别人，就是和最重要的人在一起，就是也可以比较 flexible 一点，没有说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因为真的其实最重要的东西我都已经拥有过了，这样子就已经很好了。可是为什么是甜的呢？是因为我真的很喜欢甜，我一点苦也不喜欢。我就算去喝奶茶，我都是全糖的，全糖哦，你的身材喝全糖的出来的？我是全糖，是一点糖也不会减的那一种。对，就我很喜欢是甜的，因为我相信只要和爱自己跟你爱的人在一起，它一定都会是很甜的，所以就是一个又软又甜的一个橙子。对，是又软又甜，我不是软柿子啊。对，好，今天非常谢谢晴晴还有妹子。谢谢。当然，我们会把就是晴晴的一些资讯呢，就放在这个description 那边，有什么想要帮助的话呢，可以去询问他，好不好？谢谢喽，我们下个星期，不是下个星期，我们下一集再见喽。